这个8岁的小女孩只是眨了眨眼，居然想起了她前18世的所有记忆。这些记忆中，她身为男性也做过女性，经历过形形色色的职业。每次死后转世，记忆会被暂时封存，等到8到12岁，这些记忆就会重新觉醒。女孩名叫知音，这是她第19次转生，长久的经历为她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她还这么小就能登台表演，凭借超凡的知识积累，换来阵阵掌声和不错的报酬。可惜这一世，她出生在一个很糟糕的家庭，父亲爱喝酒、爱赌博、脾气暴躁，妈妈受不了，选择离家出走，哥哥也是颠三倒四。可以说，知音的家庭一塌糊涂。好在知音历经19世，心理素质极强，未被生活打倒。她找到了小吃店老板娘爱景，寻求帮助。一见面就告诉老板娘，她是她叔叔的转世。知音并没有撒谎，爱景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。知音第17世为了养她，跟着马戏团四处表演。爱景半信半疑，她记得叔叔生病前曾承诺转世回来保护她。那一刻，爱景看着眼前的小女孩，眼眶渐红。知音这次找爱景实际上是为了借钱，她所有的钱都被她父亲和哥哥拿走了。知音急需一笔钱去寻找她18世的真命天子。那个男孩叫瑞夏，当时因为双方妈妈是朋友，他们便常常一起玩耍，成了好朋友。瑞夏那时还很小，知音用马戏团的魔术轻松赢得了这个小男孩的心。那个时候，瑞夏还有个妹妹叫阿月，他们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后来瑞夏的妈妈生病，命不久矣。当时的知音被托付照顾瑞夏，没想到和第17世一样，她的人生又一次不幸提前结束。这一世，知音想确认瑞夏是否长大了，她想借钱去看看那个男孩。好心的爱景毫不犹豫地拿出了钱。知音临走时感慨地说：“这些年太辛苦了，以后和我一起生活吧。”爱景看着知音那仿佛和叔叔重合的背影，忍不住哭了。接下来，知音开始了她漫长的寻人旅程。她已经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转世，是瑞夏让她重新感受到心跳加速的感觉，以及对未来的期待。终于，知音来到了瑞夏曾经的家，在这里，她的记忆开始闪回，那是一次无法回头的旅行。知音给瑞夏送了一个生日礼物，不幸的是，那时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。为了保护瑞夏，知音牺牲了自己。借着这段跨越多年的往事，我们来到了瑞夏的梦中。她还挺幸运的，居然活下来了。可每天都被噩梦折磨，真是够难受的。瑞夏的妈妈去世时，有人跟她说人是能转世的。当时的瑞夏虽然不太懂，但感觉有点安慰。后来那位大姐姐也去世了，没人能安慰她了。瑞夏完全没想到，其实大姐姐已经转世成了小妹妹，正偷偷看着她。最初，知音只是想见瑞夏一面，谁知见了一面，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。知音甚至离家出走，和爱景一起住了，一有空就来偷偷看看瑞夏，确认她的安危。瑞夏因为爸爸找了新对象，情绪低落，又开始反叛。知音看着心里真是难受，很快连心疼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身为财阀的少爷，出国深造是必然的，这家伙悄悄的就飞走了。知音为了靠近瑞夏，努力学习，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份不错的简历。经过一场完美的面试，成功加入瑞夏家族的汽车公司。唯一的遗憾是瑞夏迟迟不回国。知音开始觉得这样等下去太被动了，他甚至想过要跨国追寻。知音是那种说干就干的人，他立刻去找领导询问派遣到国外的可能。领导说这得升到管理层才能申请。知音转身就去尝试通过发明来争取晋升。在试车时，他遇到了其他公司的挖角邀请，那人是大企业的长子，名叫阿硕，他能给知音提供丰厚的待遇和更高的职位。换了常人早就心动了，可知音活了19世，早就不在乎这些世俗了。就在这时，阿硕接了个电话，知音无意中听到瑞夏回国的消息，他立刻飞快地跑去见他。他们在瑞夏家的酒店遇上了，眼神一碰，知音满是热情，瑞夏却有点不自在地离开了。知音一路小跑，终于追上了步伐快速的瑞夏。他主动搭话，可对方的冷漠让他难以接近，一追一逃的局面，知音信心满满，绝不允许他逃出手心。瑞夏这次回国是来救酒店的，他妈妈生前是酒店的代表，这里对他有特别的意义。可惜瑞夏和他爸爸总是合不来，爸爸对儿子有其他打算，看到他管理酒店业务，不知为何爆发了一通大火，失去了爱他的妈妈和大姐姐，老爸又这样，难怪瑞夏会变得有些冷漠。幸好他身边还有好朋友阿振，这哥们在瑞夏的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上都帮了大忙。瑞夏拿过阿振递来的简历，一看就被那知音2个字吸引。其实不是因为她是之前那个奇葩搭讪的女孩，而是她的简历实在太耀眼了。唯一的问题是跟酒店业毫无关联。瑞夏怎么也想不到，知音写简历像写情书一样认真，要不是她删掉了不少过于火辣的部分，恐怕直接就被当成变态报警了。好在知音的努力还是为她赢得了面试机会。她带着满腔热情来到了酒店，阿振带她直接去了瑞夏的办公室。面试过程异常激烈，简单来说，瑞夏很好奇，为什么他要跳槽到完全不相关的酒店行业。知音一边应对一边盯着瑞夏，仿佛要把她吃掉。他的爱慕不同于常人，他的渴望跨越了2世。聊完之后，瑞夏感觉他想转行的跨度实在太大，便开始表达拒绝的意向。就在这时，知音不顾之前的话题，
突然提出了一个震撼的问题：我们试着交往看看怎么样？瑞夏以为是自己压力太大，听错了，谁知道知音再次重复：没错，试着和我交往看看。这个女孩疯狂转生19次，终于找到了她的真命天子。借着面试的机会，她表白了。作为面试官的瑞夏大为震惊，她看着这个叫知音的女孩，以为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大胆。最后告知知音回去等通知。回家后，她和爱景聊起了今天的经历。敏锐的知音发现瑞夏听力有问题，她猜是之前的车祸造成的，这让知音更想保护瑞夏，一头扎进了爱情的漩涡。每次和瑞夏在一起，她都会失控，害怕对方接受不了转世的事，所以迟迟不敢提。幸好很快他又有了表现的机会，在外为酒店业务做调研时偶遇了瑞夏。他因为儿时的车祸有了恐慌症，在繁忙的街头病症发作，关键时刻是知音帮他渡过难关。19世为人的知音经历了太多苦难，他的同情心大发作用，瑞夏对他的看法有了些许改变。结果这丫头一转身又来了一句嫁给我吧，他还一直暗示瑞夏他们以前见过面，吓得瑞夏心跳狂飙到200。第二天，知音又跑到酒店趁热打铁，结果又遇到了一直想挖角知音的阿硕。这人还以为瑞夏要和他争人，先下手为强，吐槽一下瑞夏被调到不赚钱的酒店业务，肯定是家里不待见他了。宠夫狂魔哪里能忍，这年头杀人犯法，算他倒霉。他差点没忍住，想展示一下他的分筋错骨手。知音怎么也没想到，这里竟然能遇到前世的妹妹阿苑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阿苑竟然对瑞夏心生好感。死党阿正找借口帮瑞夏把阿苑打发了。知音趁机开始讨好瑞夏，他拿出了自己精心画的复古图纸。那一刻，瑞夏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和妈妈在酒店的日子。这让瑞夏感动不已，决定让知音留下试试看。知音刚入职就遇到了麻烦，瑞夏的继母和他那纨绔子弟大闹酒店，酒店里一片混乱。那小子还想对知音动手动脚，结果被瑞夏严厉教训了一顿。这之后，瑞夏和继母又是一番龙争虎斗。对他来说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。问题的关键是继承权，除了继母，还有别的人在搅局。阿苑是个造景师，他想参加酒店的景观外包竞标。阿苑发现瑞夏躲着他，就用了假名参加竞选。知音看这位前世的小妹准备的那么辛苦，于是帮忙把她的材料混了进去。知音的善举为她赢得了好运。那晚，瑞夏突然想起以前有人整天跟她提结婚的事，她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块旧手帕，心里更有数了，于是急忙联系知音约她见面。尘封得记忆涌上心头，小时候的知音常跟着瑞夏，有次瑞夏遇险是知音牵她手逃的，还用手帕帮她包扎伤口。那时的她就一直念叨着结婚。知音知道瑞夏不会考虑前世转世的事，能有这辈子的一些交集已经很不错，他愿意用这一生去攻略瑞夏。就在瑞夏的生活渐入佳境时，突然出现的小插曲让人不安。继母向下巴告状也就罢了，瑞夏最好的朋友阿震竟是下巴安插的眼线，不知是瑞夏有所觉察，还是和知音相处越来越自在。一天，瑞夏突然打电话让知音当司机，他因童年的事故对车辆有严重恐惧。到了目的地，知音才明白，今天他进来参加自己的祭祀，瑞夏来祭拜了前世的知音。这一刻，知音的记忆之门大开。19世为人，他也曾爱过别人，但无论是谁先离开，我们都未能再来生相遇。知音看着瑞夏，心情复杂极了，仿佛看到小时候的他跪在坟前哭泣。除了瑞夏，知音前世的家人也在家中为他祭拜，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。他已经转世投胎19次，对死亡早已麻木。看到瑞夏如此悲痛，知音想起了那一世他和爱景相依为命，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爱景一直陪在他身边。那时爱景才10岁，他难以想象这些年爱景是如何度过的。他开始向爱景询问这段经历，爱景却不愿提及过去的艰难，反而很庆幸知音能再次出现，只希望以后能好好的生活下去。他们温情地拥抱在一起，爱景还顺势帮了个忙，提醒他今天既是他的忌日，也是瑞夏的生日。知音立刻赶往瑞夏身边，急匆匆地赶去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阿苑已经抢先送上了生日祝福，不知情的知音见到瑞夏便向他告白，希望给他留下一个难忘的生日记忆。熟悉的话语让瑞夏想起了知音的前世，但他还没来得及整理思绪就被阿苑打断，氛围瞬间消散。瑞夏礼貌地请知音离开，然后他回家想把阿苑也送走。瑞夏一直拒绝别人为他庆生，阿苑希望他不要总活在过去的阴影中，但他未能说服瑞夏，两人最终不欢而散。此时知音还在门外未曾离开，阿苑将精心准备的蛋糕送给了知音。知音不想和前世的妹妹成为情敌，询问他是否喜欢瑞夏。阿苑也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，反问知音，如果是的话，他会不会放弃瑞夏？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，但知音已经确定了阿苑的心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瑞夏对知音的告白并非毫无感觉。当他醒来，发现花瓣落在身边，脑海中全是知音的身影，以至于上班时见到知音，不由得出神，还向他表达了感谢。知音明知他是在感谢祭拜，却故意调侃说是在感谢他的告白。这对冤家正忙着打情骂俏。与此同时，阿苑收到了酒店景观外包的入选通知，
他之前匿名参加了竞选，顺利通过初试。阿苑兴冲冲去酒店开会，结果被瑞夏冷落了。因为一看到阿苑，瑞夏就会想起他姐姐，他觉得自己没法和阿苑合作。阿苑被拒绝了，伤心的哭了。知音在岗位上看到这一幕，心疼的约阿苑去喝酒，即使可能变成情敌，他还是想抓住和阿苑相处的机会。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误会了情况，原来阿苑喜欢的人是阿震，不是瑞夏。他还好心提醒了知音，告诉他想要赢得瑞夏的心，首先得让他忘掉那个白月光。同时，阿震和他弟弟在家祭拜已故的亲人。原来他小时候就认识阿苑和瑞夏。阿震的父亲和知音前世同天去世，他们曾在殡仪馆偶遇。长大后，他和瑞夏成了同学，并曾帮忙给阿苑送伞。就是那次送伞，让阿苑对他一见钟情。回忆结束，画面切回阿苑。阿苑向知音展示了他姐姐的照片。不知道的是，他姐姐就是现在的知音。知音心情复杂，把喝醉的阿苑送回了家，却因为怕见前世家人，没敢进门。按了门铃后，他躲起来了。知音藏在暗处，借着酒劲开始幻想和袁妈相认的场景。不巧，正打算向阿苑道歉的瑞夏恰好看到这一幕，知音的幻想被打断。见到瑞夏，他忍不住当场告白了。瑞夏被这突如其来的告白惊住了，看到袁妈出来查看情况，他心虚地拉着知音走了。事后，瑞夏问知音为什么会抱着自己哭，知音没法说出真相，只说和这辈子的妈妈因妈有关。看到袁妈，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妈妈。然后，知音带瑞夏去便利店吃泡面。知音一向直白，一有机会就聊几句。瑞夏虽不回应他的感情，但承认他是个让人愉快的人。这话让知音更加得寸进尺。他还说瑞夏已经迷上他了，凑近听了他的心跳。近距离的接触让瑞夏异常紧张，心跳明显加速。那一刻，他很想抚摸他的脸。瑞夏回过神来后，自己也感到懊恼，他马上收回手，拉开了距离。但心跳不会骗人，瑞夏已经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知音，常常会不自觉地想起他。第二天，瑞夏带阿震去找阿苑，决定让他负责酒店的景观设计。谁知道知音竟然抢了别的同事的活，也跑来这里凑热闹。阿苑总是觉得知音很亲切，他想知道自己以前是否见过知音。知音差点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心里慌乱，不小心打破了茶具。瑞夏和阿震听到声音，赶紧过来帮忙。这时，知音接了个电话出去了。阿苑趁机带走阿震，并向他表白。阿震有些犹豫，觉得他们不合适，就拒绝了。两姐妹的风格很像。知音电话后碰到了独自一人的瑞夏，她激动地宣布了一个决定：从今天起，她要向他告白3次，如果3次都被拒绝，她就放弃。虽然瑞夏不愿承认，但知音的影响确实很大，所以当看到有人追知音时，他立刻追了上去。追他的是他哥哥，因为缺钱，他想从知音这里得到。知音早就断了财路，但他死性不改，不肯放过这个摇钱树。瑞夏及时赶到，阻止了他。争执中，瑞夏不小心被打了一拳，知音很生气。知音的哥哥见状赶紧逃跑，但他威胁说如果不给钱就还会来。瑞夏对此表示同情，为了让知音心情好点，他主动提出陪他喝酒，两人一起去了酒吧。瑞夏的陪伴让知音感到温暖，结果瑞夏喝多了，他们的眼神交流让感情悄悄滋长。因为瑞夏喝得太多，知音只好带他到河边醒酒。考虑到他讲究卫生，他铺了外套在地上。这个动作让瑞夏想起了前世的他，尽管他们长得不一样，但知音的行为和话语总让他想起他。瑞夏感到很疲惫，他依靠在知音身上开始讲过去的故事。从他的角度看，他心爱的姐姐为了保护他而离开了人间。在他去世前，他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逐渐变冷。后来他心里太难过，难以再跟别人亲近。知音无言以对，只能用一个拥抱来安慰他。就在他俩甜蜜相处的时候，阿震的另一重身份曝光了。原来他爸是瑞夏家的司机，和前世的知音一样，都死于那场车祸。阿震一直在瑞夏身边打探消息，定期向瑞夏爸汇报。瑞夏爸知道瑞夏和知音关系很近，但他并不喜欢知音。他调查过，觉得知音家境不好，担心他会带来麻烦。他让阿震用钱把知音赶走，有点不安。阿震做眼线似乎还有别的原因。阿震不同意瑞夏爸的做法，没按他说的做。知音不知道有人在暗中保护他。知音为了处理醉酒的瑞夏，找了个手推车。他推着瑞夏走的时候，他的记忆回到了他的第16次人生。那时他们似乎也有过一段情缘，但因为瑞夏从车上掉下去，他不得不另想办法。他联系不上阿震，只好找阿苑帮忙。在路上，知音提起了瑞夏坐后座出事的经历，只能坐前排了。知音把瑞夏安顿好后，瑞夏突然握住了他的手。瑞夏做了个噩梦，那次事故一直折磨着他。梦里他把知音当成了他最爱的姐姐，不愿让他离开。知音意识到瑞夏被困在那痛苦的回忆里，他心里也很难受。阿苑伤心的是，因为姐姐去世，他曾怪过瑞夏。知音没想到瑞夏有这么深的心理阴影，对他们来说，这将是个难眠之夜。情况最糟的是瑞夏，她总是梦见满是伤痕的姐姐，情终于崩溃边缘。在不断宣泄情绪的过程中，她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知音，但每次看到知音，她都会想起姐姐，所以
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知音，只好避免见面。知音离开瑞夏家后，遇到了一个短发女子，对方竟然叫出了他前世的名字，让他很困惑。阿苑担心瑞夏，组织了一次4人海边旅行，这样既给了知音和瑞夏单独相处的机会，也让他能和阿正接触。瑞夏抵抗不了知音的魅力，慢慢的告诉他有多在意他。看准时机，知音进行了第一次告白。他看到瑞夏犹豫，就主动拉着他在海边跳起舞来。可惜突如其来的大雨毁了这场浪漫，他们只好临时躲进阿苑家的别墅避雨。趁着知音因淋雨而睡着的时候，阿苑和瑞夏打开心扉，解开了彼此的心结。瑞夏向阿苑坦白说，因为他和他姐姐长得很像，他总是很难面对他。他为这些年的疏远向阿苑道歉，并得到了他的谅解。同时，独自在家的爱景突然病发，幸好应聘兼职的明启碰巧在场，他及时把他送去了医院。可能是心有灵犀，知音恰好在这时从梦中惊醒，他还不知道爱景生病了。这座别墅也是他前世的家，他不禁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。阿苑醒来后看到了他的举动，阿苑不明白知音为什么对这座别墅这么熟悉，知音甚至能找到姐姐小时候藏起来的小摆件。阿苑质问知音，这时正要出门散步的瑞夏看到了这一幕，知音无法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只好谎称这是巧合。应付完阿苑，知音急忙去找瑞夏。瑞夏觉得知音的行为很奇怪，每次看到他就想起了姐姐，他害怕他们的关系不会有好结果，他希望知音不要再执着于他，这几乎是在拒绝，让知音感到很伤心。这时爱景在医院中醒来，他意外地发现明启并没有离开，他早就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，但医生一直找不到病因，他不想让知音担心，所以请明启保守秘密。第二天，知音从海边回到家，发现爱景不仅招了个兼职，还打算让他住进家里。知音对明启的来历感到担忧，爱景坚称明启是个好人，让他不必担心。接下来的一个小插曲又一次拉近了知音和瑞夏之间的距离。知音的哥哥东宇因为欠下高利贷被追债，他担心知音冷眼旁观，带着债主找到了瑞夏，他想利用瑞夏来威胁知音。正巧阿正的弟弟小何路过，看到瑞夏被带走，他立刻追上去和瑞夏一起对抗债主。他们还没开始动手，知音就赶到了，他故意播放警笛声，制造混乱，吓得债主们落荒而逃。小何误以为知音是瑞夏的女朋友，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。饭后，瑞夏和知音谈起了刚才的事情。瑞夏认为知音太冲动，不想他涉险，知音趁机向他表白了一番，他眼里只有他，所以才会不顾一切地为他奋斗。虽然瑞夏很感动，但还是无法接受这位知音。正在这时，知音收到了阿苑的见面邀请。这几天阿苑真是难受极了，他总忍不住怀疑知音可能是他的姐姐，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荒谬了，他只好强迫自己和知音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见面时，阿苑指责知音别有用心，他接近自己只是为了探听姐姐的消息，然后故意伪装成姐姐来赢得瑞夏的喜欢。阿苑对知音感到很失望，希望他能停止这一切。知音不想和妹妹断绝关系，试图挽回这段友谊，没想到阿苑哭着说出了他的猜测。有时候他真的觉得知音就是他姐姐。被妹妹的眼泪所感动，知音决定说出真相，她是阿苑姐姐的转世，她们真的是姐妹。起初阿苑无法相信这种荒谬的说法，直到知音讲述了她们姐妹的一些往事，还有她身上的胎记和疤痕。阿苑被这一连串的事实打击，一时难以接受。分别后，知音向景爱透露了他已经把转世的事告诉了阿苑，他们的对话被明启偷听到了。明启转身就去见了短发女韩娜，原来他们早就认识，都知道知音的转世之事。明启潜入了知音家，而韩娜则试图接近瑞夏，但他们的真实目的还未被揭露。另一方面，阿苑为了验证知音的话，他去问妈妈关于胎记和疤痕的细节，没想到妈妈的回答和知音所说完全一致。阿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。第二天，他问瑞夏是否相信有前世，瑞夏回答说他姐姐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。阿苑一边寻找答案，知音则在解决东宇的债务问题，他带着名贵的高丽青瓷去抵债。考虑到知音男友的背景，团伙首领老方接受了青瓷。知音揭露了老方没有注册公司的事实，他威胁他签下了债务清偿确认书。为了防范未来，老方派人调查瑞夏的详细信息。值得一提，老方似乎策划了瑞夏当年的事故，他还声称那不是意外。躲在门外的东宇听到这些内幕，打算大做文章。那天夜里，阿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妈妈很好奇她为什么突然提起姐姐的事。她感叹说姐姐是个很特别的人，姐姐曾说过即使死了也会重生来找她。这句话让阿苑回想起知音的话，决定尝试去相信这一切。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知音，当面确认了他的身份。阿苑想立刻告诉妈妈这个消息，但被知音阻止了。知音说父母接受不了孩子死去的事实，他之前尝试过告诉父母，结果很糟糕，细节那边情况也很复杂，他还没准备好见他。此时的知音并不知道，和前世的人纠缠不清会带来麻烦。明启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他马上把这事告诉了韩娜。看来他们都挺担心知音的，幸好知音不是那种容易上当的人。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，他特别小心。明启一离开，知音就溜进了他的房间。他在他的行李里找到了一个巫灵，有点奇怪，他一碰那巫灵，
前世的记忆就闪回来了。知音被吓到了，没顾得上扎明启就跑了。希杰这边，冬雨开始行动了，他把事故的内幕告诉了希杰。希杰知道姐姐原来是替自己死的，他对这段过去更是耿耿于怀。正当希杰在查真相，知音和阿苑在为如何称呼彼此犯愁。阿苑不小心在工作时叫出了姐姐，知音把她拉到楼梯间，提醒她在外面不能随便叫姐姐，毕竟她们前世是姐妹，这事只是朋友。不巧被阿震听到了，虽然他不信前世今生，但他还是答应保密。下班后，希杰准备找老方了解真相，知音感觉希杰神色不对，决定跟上去。他到的稍晚，希杰已经走了，老方正在向背后的人汇报。希杰给老方1周时间，要他说出幕后黑手。知音偷听到了老方的电话，他抓住老方，用生命威胁他说实话。老方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他觉得说不说都一样，那就没必要告诉知音。同时，希杰收到了知硕的消息，他们俩关系一直不好。知硕喜欢看热闹，他暴露了阿震是希杰家的司机。希杰立刻去问阿震，他觉得阿震一直瞒着自己，没当他是朋友。阿震不想提起父亲的去世，最后两人争执到只能拳脚相向。好在他们相识多年，很快就冷静下来，向对方道歉。瑞夏痛恨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难过的想借酒消愁，结果一回家就看到了在门口等他的知音。知音担心瑞夏会因那场事故自责，特意过来关心他，但他不能透露真相，只好谎称自己很想他。恰好瑞夏急需安慰，知音用一个拥抱给了他温暖。在这个拥抱中，时间仿佛回到了知音的第16次人生。那时他梦想着过一个平凡的人生，和心爱的人幸福到老。现在他也抱有同样的愿望，他向瑞夏强调他们绝不会变得不幸。与此同时，夏爸出于某种目的，命令手下处理老方。手下遵命找到老方，勒令他离开韩国，换个身份开始新生活。老方心有不甘，只打算敷衍了事。他曾策划了那场事故，甚至找来司机进行肇事逃逸。老方自信满满，他手里有证据，认为没人能轻易把他赶出去。夜里，老方给瑞夏打电话，让他准备好钱，同时提醒瑞夏，幕后黑手与他关系极密。这一大堆信息让瑞夏回想起那段痛苦的往事，他习惯性的在泳池中放空。知音这边，他带阿苑回家，向爱景透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。阿苑得知知音曾是爱景的叔叔，感到非常震惊。三人把酒言欢，还拜托明启帮忙拍摄了一张合照。阿元喝得烂醉如泥，知音趁机让阿震送他回家。常言道，好人有好报。知音马上就收到了命运的回赠。阿震前脚刚来到知音家，后脚就接到了瑞夏的电话，让阿震过去接他。眼看阿震分身乏术，知音果断接过了送心上人回家的任务。见面后，他马上注意到瑞夏身上的水渍，但没有追问原因，只是替他披上毛巾。这细心的举动让瑞夏非常感动，主动吻了他。知音不放过这个机会，他用法式热吻加深了两人的感情。尽管吻别后，知音的计划还在继续，他亲自为瑞夏下厨，做了西班牙烩肉。这道菜是他前世也曾为瑞夏准备的。瑞夏尝着菜品，感觉似曾相识，却想不起具体细节。在这对 CP 疯狂加分的时候，阿苑和阿震之间也稍有火花。阿苑喝多了，就开始调戏阿震。不巧阿震前阵子也喝醉，做了同样的事。现在看来，两人算是不相上下。虽然阿震嘴硬不承认，但那满眼的爱意已经出卖了他。画面切回知音这边，吃完饭，他在瑞夏的书里发现了樱花瓣，那瓣樱花把他的记忆拉回到那次告白。原来瑞夏一直记得他们的那些小细节，他激动的当场告白了第二次。这次瑞夏没有拒绝，但他坦白还没准备好，他希望知音再等他一段时间，到时他会主动告白。他们正准备亲吻庆祝时，突然冬雨的电话打断了这份暧昧。知音纳闷，这废柴哥哥怎么会联系瑞夏？他立刻去了冬雨家，在他的逼问下，冬雨坦白了自己偷听老方，并卖信息给瑞夏。这事让瑞夏对他的原生家庭更加无语，他警告冬雨以后别出现在他面前。第二天，爱景病痛发作，只能依赖止痛药。他担心知音发现，让明启帮忙遮掩。知音暂时没发现他们的秘密，他对明启很好奇，因潜入他房间而道歉。明启的反应让他吃惊，他询问他是否碰过巫灵，并揭示了他拥有前世记忆的事实。原来明启也是带着记忆转世的人，这是他的第23次人生。他们交流后，明启发现知音已忘记第一世的记忆，他告诉他前世记忆不是偶然，说巫灵可以帮他找回第一世的记忆，只有找回最初的记忆才能揭开真相。在他的鼓励下，知音再次触碰巫灵，他眼前出现了一段记忆碎片，一个古代男子的背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些记忆让他很痛苦，他很快放开了巫灵。瑞夏这边，舅舅给他送来了小菜，他们关系很好，瑞夏完全放心。却没想到舅舅看到他手机没锁屏，立刻查了通话记录，看到老方公司的名字，脸色立刻变了。瑞夏对这一切毫无察觉，和阿震一起去了酒店。他们在酒店门口碰到了知音和阿苑。阿苑因为酒后失态觉得尴尬，主动向阿震道歉。阿苑性格直爽，他觉得阿震最近的态度很奇怪，直接问阿震是不是喜欢他。阿震没否认，
但坚称不会跟他交往。同时，知音在酒店遇见了韩娜，韩娜说出自己有前世记忆，她前世之一就是瑞夏的妈妈。知音和韩娜紧紧拥抱。知音发现瑞夏要去见老方，他跟踪她到了老方的公司，可惜那里人去楼空，什么也没找到。知音偶遇瑞夏，说出了东宇所述的事情经过，他安慰瑞夏，一切终将过去，人人终将离别。瑞夏明白这一点，他不想揭开过去的伤疤，只想查明真相。这时，老方发来了一个交易地点，知音担心瑞夏，坚持送他到入口。分别时，知音突然想起了第一世的记忆，原来那个他深爱的古代男子就是瑞夏，他们的缘分很早就开始了。知音忍不住跟踪瑞夏到了废弃大楼，可惜迟到一步，现场只有老方的尸体。老方的跟班良直侥幸逃脱，他拿着老方的证据躲在暗处。夏爸知道知音也在案发现场与他谈话，他用钱想收买知音，让他不泄露瑞夏在场的消息。知音怀疑夏爸知道真相，但夏爸不肯说，知音一无所获。回家后，他告诉明启自己记起了前世的一段记忆，记忆中出现了很多人，其中一个对他很重要。因为记忆模糊，明启让他再次触摸巫灵。摸巫灵后，知音看到了他和瑞夏初次见面的场景，在一座浪漫的天桥上，他们一见钟情，热烈相爱。知音对这剧情很满意。从记忆碎片中，他了解到他们的结局并不好，他不愿继续回忆，因此他错过了明启的信息。原来明启也在他前世的记忆中出现，他是被称为天运大人的重要人物。同时，良直把证据放在了瑞夏家门口。瑞夏看证据时，惊讶地发现知音的父亲老潘是当年的逃逸司机。瑞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知音，这时他接到了知音的电话。知音讲述了前世一见钟情的故事，他们被诬陷成逆贼，不幸丧命。他相信因前世不得善终，他们才能后世相遇。瑞夏回想起老潘的行径，此刻他只希望他们能简单相爱。知音观察力敏锐，第二天上班就感觉到瑞夏态度的变化。他还没来得及想更多，前台来电话了，他的父亲老潘来到了酒店。知音明白老潘是来敲诈的，他拒绝了他的所有要求，他毅然决然地把他塞进出租车，送他走人。瑞夏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对知音的境遇感到非常难过。他提出一起吃饭，想要释放对老潘的怨恨。下班之后，瑞夏亲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餐桌上，知音开始讲述他这一生的坎坷。他说他的生母因为老潘沉迷赌博而离家出走，知音对老潘也是忍无可忍，最终选择离开。在最无助的时候，他遇到了现在的阿姨，阿姨的关爱让他重新理解了家人的意义。他非常珍视现在的生活。瑞夏被知音的故事深深打动，他希望他们能把家庭矛盾放一边，只关心彼此。起初，知音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直到他偶然发现瑞夏家里的那些证据，才知道老潘正是当年的肇事司机。他终于明白了瑞夏为何要强调忘记家庭的原因，对他的内心挣扎感到十分心疼。和瑞夏告别后，知音决定去老潘那里质问他。原来老潘曾是一名卡车司机，由于赌博欠下巨额债务，当老方提议用一场假车祸来抵债时，他没犹豫就答应了。时至今日，老潘依然我行我素，他认为这件事已经是过去式，并且觉得既然知音正在和瑞夏交往，就没必要再提旧事。知音对老潘的无耻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他发誓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这个人渣。为了查清楚指使老方的真正幕后黑手，他询问韩娜是否有可疑的人选。韩娜一直怀疑瑞夏的继母白莲花有问题，白莲花单纯的以为只要除掉瑞夏就能继承全部财产，这让知音有了新的思路。他毫不犹豫地去找白莲花理论，直接指责白莲花是事故的幕后主使。他发现夏爸一直在掩护真相，白莲花觉得这种说法太荒谬，笑个不停。知音从他的笑容中看出他并没有撒谎。正巧舅舅来找白莲花，他意识到夏爸真正想要保护的是瑞夏的舅舅。在他们对峙的过程中，瑞夏为了不牵连知音家人，正在家里销毁证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偶然发现了一盘录像带，录像带里记录了老方和一个神秘人物的对话。通过声音识别，瑞夏震惊地发现那个人竟是他的舅舅。他情绪崩溃，泣不成声。知音结束了会面，急匆匆地来到瑞夏的家。他发现瑞夏不仅销毁了证据，他的精神状态也非常不好。为了让瑞夏振作起来，知音弹了一首他前世写的曲，告诉他自己就是瑞夏一直想念的那个姐姐。熟悉的钢琴声让瑞夏震惊不已，但他觉得知音只是在安慰他，不愿相信这荒唐的理论。谁知知音又爆出一个惊天大秘密，他提到了一个魔法书的名字。突然，瑞夏回想起与姐姐共读那本书的时光，姐姐曾经提过，那本魔法书是关于一个永生魔女寻找真爱的故事。这位魔女自己也不懂为何会永生，并且因此苦恼无比。知音解释说，魔女其实并不是真的永生，而是像她一样带着前世记忆重生。她说只要瑞夏打开她送的生日礼物，就能找到所有答案。前世她还未来得及透露藏钥匙的地方就遇害了，现在她直接告诉瑞夏钥匙就藏在魔法书里，并给了她一张纸条。她要瑞夏先看礼物盒，再打开那张纸条。说完这些后，知音就离开了瑞夏的家。他第一个把这事告诉了阿苑，虽然他希望瑞夏能够克服困难来到他身边，
但他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。阿苑很好奇，带着记忆重生是什么感觉？知音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好事。他确实经历了不同的生活，遇到了很多人，但这也意味着许多人已离他而去。对他来说，每一天都是记忆中某个亲人的生日或忌日。随着重生的次数增多，他变得越来越麻木，对未来也失去了期待。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阿苑和爱景，他们给了他新的活力。他很高兴能与他们分享这些记忆。知音独自回家时，他身后突然多了10几个影子，这些都是他前世的记忆，一直伴他至今。回到家，知音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串乌灵，他猜到这是明启的手笔。他没碰乌灵，用布块和篮子把它送了回去。第二天，瑞夏带着礼物和回到老家，在书架上找到了那本魔法书，一拿到书，钥匙就掉了出来。正当他准备打开盒子时，舅舅突然来请他吃饭。瑞夏对往事耿耿于怀，没法像以前那样对待舅舅。这时候夏爸也来凑热闹，这让瑞夏的不满达到了极点。他直接问他们是不是瞒着自己什么事，他们什么也没说。瑞夏气呼呼的走了。那晚，阿振听说小何喝醉了，就去餐厅找他，没想到小何醉得一塌糊涂，抓着阿振的脖子让他买冰淇淋。阿苑路过，误以为阿振被醉汉纠缠，冲上去给了小何几拳。阿振希望阿苑不要再盲目帮他出头了，他不配得到他这么温柔的对待。他因为一直跟着瑞夏，已经面临了很大的舆论压力，无法承受和他在一起的代价。阿苑的自尊不允许他继续向阿振低头，他们最后不欢而散。同时，瑞夏在独自消化刚得到的信息，他一夜未眠，一早就急着回到老宅，打开礼物盒，看到了姐姐留下的日记。日记里记录了知音对每一世的记忆，大部分记忆都以悲剧告终。他曾经试图找到某一世的母亲，但没成功。他渐渐厌倦了一次次重生，每次新生活开始，他都感觉心里被石子堵住。瑞夏看着日记，突然想起姐姐临终前的话：下一世我还想记得你，我会回来找你。瑞夏看完日记，打开知音留下的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，如果他相信有来生，就去他们没去成的游乐园找他。瑞夏去游乐园的路上，知音回想起了他们的过去。虽然瑞夏看起来平凡无奇，但自从遇见他后，他心中的重石开始一颗颗掉落。在他身边，他暂时忘记了重生的烦恼。回忆断断续续，瑞夏终于到了游乐园。他们对视的那一刻，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瑞夏确认了知音的真实身份，紧紧抱住了他，还是对那年的事故耿耿于怀，第一时间向他道歉。知音安慰瑞夏，不论是现在的他还是前世的他，他都希望瑞夏能幸福。这一刻，瑞夏和过去和解了。之后，知音为了完成韩娜的心愿，去见白莲花。原来白莲花曾是夏妈的家教，后来她成了瑞夏的继母。知音模仿夏妈的语气，指责白莲花夺走了一切。他坦白这只是传达夏妈的话，并警告白莲花不要对瑞夏动手。白莲花被吓到，只能靠酒精缓解压力。事情完成后，韩娜没有其他顾虑，因为她相信瑞夏能处理剩下的复仇。她说她还有事要忙，与知音道别。作为同样有前世记忆的人，她希望知音能正确判断，安然过去。知音一头雾水，韩娜说她以后会明白。韩娜离开后，知音收到了明启发的照片，照片是他第一世和瑞夏见面时的烟火。他惊讶地发现记忆中的场景真的存在，对那个地方开始好奇了。瑞夏和舅舅一谈，真相大白。舅舅懊悔不已，说那只是个意外。那时他爱上了那个白莲花，可白莲花只想靠近夏爸，夏爸却忽略了生病的夏妈。他对夏爸的恨越来越深，于是他收买老方，想对夏爸的车动手脚。他没想到那天坐车的会是瑞夏。舅舅一再强调那是个失误，但瑞夏无法原谅，坚持他自首。舅舅淹没在罪恶感中，依了瑞夏。舅舅入狱后，真相大白，逝去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慰。知音好奇，带瑞夏去初见之地旅行。瑞夏鼓起勇气向知音表白，成了情侣。沉浸在幸福的知音不知这是明启的计划。不久，明启摇动巫灵，使知音恢复了第一世的记忆。在烟火中，他拿着匕首向瑞夏冲去，但未动手就被箭射中，倒在瑞夏怀里。远处的明启悲伤地看着，似乎他们曾有过一段际遇。被回忆折磨，知音喘不过气。瑞夏吓坏了，建议他去医院。知音坚称只是呛到，没事。休息后，他们到了预定的酒店，孤男寡女同房。瑞夏紧张极了，幸好知音只是说说而已，并没有想要更进一步。睡着后，知音又梦见了前世，他知道自己曾叫水。瑞夏是神殿里的寒夜大人。知音困惑不解，去瑞夏房间找他。瑞夏感觉到他，抱他一起睡。知音和瑞夏的旅行还在继续。第二天，他们去附近景点游玩，俩人之间满是情侣的酸臭味。返程时，知音突然得知爱景住院，事情无法隐藏。到医院后，免启说出爱景生病的事。瑞夏忙着陪知音，没去好友聚会。知硕回归本性，让阿振去请柬。阿振又一次被知硕欺负。阿苑目睹了一切。阿振离开后，他教训知硕，说他除了有钱什么都不是。这一次，阿苑彻底理解阿振的心情，深感心疼。同时，知音在医院陪床，回想起和爱景相依为命的日子。爱景醒来后向知音道了歉，他最早认出知音，知道他挤了多少分别。
现在他也要离开了，他只希望知音别太难过。知音不想和爱景分开，希望爱景能永远和他在一起。瑞夏为了让他们有空间，没再留在医院。回家后，他收到了一个纸箱，正要拆开，知音的电话打来了。瑞夏深知病痛之苦，非常理解他，告诉他需要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来抱抱他。第二天，瑞夏带着纸箱回到酒店，纸箱里装着神秘人搜集的资料，全是白莲花贪污的证据。瑞夏拿着证据找白莲花，要求他承担后果。白莲花说他只是羡慕夏妈，所以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但这不能掩盖他趁人之危，利用舅舅的弱点逼迫夏爸的事实。况且他确实犯了法。瑞夏说他会把证据提交法院。白莲花不肯轻易认输，直到夏爸也表态了。他解除了他的职务，告诉他楼下警察等着。不巧电梯坏了，既然他是一步步爬上来的，那就让他一步步走下去吧。看着白莲花的报应，韩娜也释然了，准备迎接新生活。他按照明启的指示给瑞夏一个乌龟玩偶，因为他曾说瑞夏像乌龟。韩娜没告诉身份，送完玩偶就离开。按他的说法，这是摆脱前世记忆的方式。知音那边，他告诉明启店铺暂停营业。免启反应冷静的出乎意料，直言爱景难以恢复健康，他也有过类似经历，知道和前世纠缠会有什么后果。对重生者来说，这些都不重要，伤害总是普通人承担，如果是孽缘，解开就能摆脱。韩娜和瑞夏就是这样，如果是善缘，最好别重逢，否则会像爱景那样。除了爱景，知音还和其他人相认，他希望他别再固执错误。明启发誓是来帮忙的，再提醒他找回所有记忆后，问题就能解决。知音被说服，拿起巫灵。这一次不只是他和瑞夏、明启，阿苑和阿震也出现在了他往生的回忆里。阿苑是那个叫他水的人，两人关系超好，可惜那幸福没持续多久，一转眼他和阿苑就被一群人追杀了，其中一个竟然是瑞夏。阿苑死后，他怒气冲冲对瑞夏说，我要杀了你。这时候瑞夏刚好来到他家找他，知音在记忆的影响下掐住了瑞夏的脖子，他愤怒的吼叫，前世的记忆更清晰了。那时的知音是个染布匠，负责制作祭祀用的染布。明启是尊贵的天运大人，瑞夏和阿震都是他的随从。因为染布的事，他们4个有了交集。这一世，阿苑是知音的姐姐，姐姐重病，只有徐罗伐王族的药才能救她。老医生告诉知音，徐罗伐王族正在遭受干旱之苦，他们急需用于雨季的神器，巫灵正好能派上用场，他可以用巫灵交换药材。可是偷巫灵是大罪，老医生担心知音触怒神灵，知音急救姐姐，没顾上这个善意的警告。那天，知音把染布献给了明启，明启赞扬了他的手艺，把染布绑在巫灵上。明启做完净化仪式后离开了神殿，知音闯进神殿，偷走了巫灵，带着阿元逃亡，想找徐罗伐王族。可惜他们体力不支，很快被明启抓住。知音认为救人比祭祀重要，他请求明启重新做个巫灵，放过他们，但明启对此漠不关心。阿元最后在知音怀里死去。回忆结束，瑞夏的呼唤让知音回过神来，他以为是瑞夏杀了阿元，失控大哭，不知如何面对瑞夏，他求他让他单独一回。瑞夏离开时，明启发来见面请求。见面，明启提起他们第一世的相遇，他说知音有19世的记忆，背负巨大痛苦，却无处诉说，所以他希望瑞夏帮知音过正常生活。夜里，明启来医院看爱景，偶遇知音，知音确信他早知真相，他质问他为什么不直说。明启再次强调第一世记忆的重要性，他得自己想起来，即使巫灵也只是辅助，因为知音的记忆停在阿苑被杀之后，明启断定他还没回想起来，他记忆里会有个人能让他想起前世，他得找到那个人。分别时，他把巫灵交给了知音，让他记忆恢复后再找他。之后，瑞夏主动靠近了知音，虽然不知道前世自己错在哪里，他还是向知音道了歉。他对知音的境遇感到很心疼，不管知音怎么选择，他都会一直保护他。于是，在瑞夏的陪伴下，知音触碰了巫灵，记忆又回到了第一世。为了替阿苑报仇，知音在祭祀那天刺杀了明启。出乎意料，瑞夏挡下了这致命一击，保护了明启。瑞夏劝知音不要以血还血，他说这不是他姐姐想看到的，希望他照顾好自己。这让知音非常迷惑，他开始怀疑瑞夏并非真凶。为了弄清真相，知音再次触碰巫灵，真相大白，原来瑞夏一直在帮助他们，原来是明启趁机杀了阿苑。知音对明启的恨意达到了极点，即使瑞夏劝阻，他还是执意要刺杀明启。这时明启的侍从射中了知音，被仇恨冲昏头脑的知音发誓要复仇，他说哪怕100年1000年都要找明启报仇。这次知音终于回忆起了所有事，他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，亲吻瑞夏道歉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瑞夏一直对他很好，他感到既愧疚又感激。瑞夏很体贴，甚至没问他前世的事。知音紧紧抱住了瑞夏，他想在见明启前从瑞夏那里获得力量。同时，阿震和阿苑也在慢慢靠近。知音曾警告阿震，如果放弃阿苑，他将来一定后悔。阿震回想他和阿苑的点点滴滴，越想越舍不得这段感情。外面正好下着雨，他带着伞，像第一次见面那样找到了阿苑。
阿苑不想让他纠结，借机表达了自行的想法。他决定放下执念，希望他们还能做朋友。阿震却不接受他的提议，他很喜欢阿苑，即使将来可能会受伤，他也不愿错过。阿震习惯了被人非议，但不确定阿苑是否能承受。阿苑欣然答应，只要能和他一起，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第二天，知音带着乌灵和明启见面，他不再计较1000年前的恩怨，这一世他只想和爱人一起幸福。知音说他想变成普通人，希望能帮他解除诅咒。明启答应了，但在那之前，他要提醒他一件事：一旦诅咒解除，他就会忘记所有与前世缘分相关的记忆，包括瑞夏和阿苑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他记忆中消失。知音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于是明启就告诉他韩娜现在的情况。知音见到韩娜后，发现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，想到将来自己也会忘记瑞夏，知音感到窒息。夜深人静时，知音回忆起了自己的一世之缘，那一世他唯一经历了爱情，在死亡将他俩分开前，他们共舞了最后一支舞。他觉得那是与爱人告别的最好方式，共享那最后的幸福时光。知音犹豫不决。到了爱景做手术的当天，除了知音和瑞夏，阿苑和阿震也来到了医院。手术前，爱景对知音说了一句话：做你自己想做的，不用顾及别人。瑞夏察觉到知音的不安，抽空和明启见了一面。他想弄清楚知音到底在害怕什么。当他知道成为普通人就会失去前世记忆，瑞夏决定帮知音做决定。他带着知音到篮球场，用运动来帮他缓解压力。然后他对知音说，从一开始他就反对带着记忆重生，因为这意味着知音需要带着他们的回忆度过没有他的人生。他不想让他一个人承受，即便知音将来忘记了他们，他也会和阿苑还有爱景一起找到他。他只需要在原地等他。记得知音在还没认出他时就已经喜欢上了他，他相信即使重来一次，他们还是能在一起。知音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，决定相信瑞夏。这时瑞夏拿出了情侣对戒，他为知音戴上戒指，发誓一定会找到他。阿苑也送给知音一套姐妹首饰，他还带知音回到老家，一起和袁妈吃晚饭。饭后，知音回到了自己前世的房间，房间依旧保持着往日的样子，好像他从未离开过。知音很感谢袁妈，虽然他没和袁妈相认，但他对这一切非常满足。实现心愿后，知音来到了第一世遇难的地点，他按照明启的指示摇响了巫铃，见到了曾经的自己。现在他已经放下了过去的包袱，可以轻松地面对未来的生活。过去的画面一幕幕在他面前浮现。知音向这些旧人告别，正式开始新的生活。随着诅咒的解除，知音继续以汽车工程师的身份生活。第一个接近他的人是阿苑，阿苑趁他逛街时为他挑了个很赞的包包。知音和阿苑一拍即合，还互换了联系方式。临别时，阿苑推荐了爱景的店给知音，他说知音肯定会爱上那家店。购物结束后，知音兴奋地去了爱景的店。瑞夏没料到会在这里碰到知音，发现他桌上没纸巾，他主动递给他2张。这次偶遇并不在他的预期之中，他简单打了个招呼便匆匆离开。看到知音吃得津津有味，爱景很是开心。故事终章，瑞夏借助职务之便与知音的公司开展了营销合作，他更换了营销负责人，亲自去见知音，见面就直言不讳地邀他交往。本来打算慢慢靠近他，但偶遇后他再也按耐不住了。他甚至模仿了知音之前的追求策略，定了3次告白的约定，如果3次告白都被拒绝，他就会放手。知音一边觉得困惑，一边又被他吸引，他们互视一笑的场景十分温馨。